怎么样做道地的意大利面跟披萨，应该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如果我认真学完6天的意大利料理精华之后，直接杀到一位意大利奶奶家，并且煮饭给她吃，能不能够得到她正面的评价呢？哇塞，这边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从零开始做。这是我们楼的第3个东西了，什么时候才能吃饭？卡尔波纳拉，我要学怎么做卡尔波纳拉的。这我应该可以在家里把它完美的重现出来。Ok, pronto. 在影片开始之前，想要跟大家介绍这次要开的好好生意的团购。今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出国拍摄的频率是史上最高，而且几乎每次出国行程都排得非常满，拍摄强度也很高。为了在镜头前面呈现最好的状态，我会挑选成分单纯、高效补充的保健食品。我从去年开始就长期在吃好好生意的产品了，我觉得很有效。现在他们也越做越大，品项也更齐全了。那我想要挑几款我固定在吃的跟大家介绍。这个是我出国会带的保健食品盒，那我们就从这个来开始跟大家介绍。早上起床的话，我会先吃太空人维他命跟快充模式胶囊，基本上就是综合维他命加上 B 群的组合，都是胶囊，而且不会有些 B 群那种臭臭的味道。早上吃完之后，很快就能进入工作状况，不管是要拍摄还是开会，都会很有精神。然后晚上我会吃好素 C 跟燕窝酸益生菌，这个是按照好好生意的配方设计，针对不同的生活需求，建议你要怎么样补充营养。它的名字也都很直白，像这个组合就叫做想要变漂亮。补充维他命 C 还有燕窝酸，对皮肤稳定跟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都很有帮助。有时候遇到特别的状况，像是出国拍摄要调时差，或是隔天有非常重要的工作，我就会在睡前吃飞航模式胶囊。它的设计是让身体能更快进入到深层睡眠，而且吃完之后，通常晚上都能睡得很安稳，不会一直醒来或是半夜跑厕所。早上睡起来也不会有那种睡太久昏昏沉沉的感觉，真的有睡进去，有充到电，调时差的时候感受会特别明显。那除了这些产品之外，好好生意是你的 One Stop 保健食品选择，它也有鱼油、钙、镁、活性酵素等产品可以选择。那因为我自己一直都有在吃好好生意的保健组合，这次不只是我常吃的品项，全品项都有谈到不错的优惠跟组合。那如果有刚好想要补货的，可以趁这一档优惠期间购入。我们团购期间是12月15号到12月21号，除了有团购优惠价之外，满1500会送太空人维他命，满3000再送好孝顺，满6000再送太空人维他命补充包。那以上这些满额赠都是限量100组。那我会把所有的团购表单跟链接放在影片的更多资讯。嗨，我是阿丁。在影片开始之前，要先做角色介绍。上次来到意大利，我参加了佩跟阿里的婚礼，还认识到了阿里的妈妈 Betty。然后去年跟着 Cap 一起去肯亚的时候，我认识到了同样也很喜欢旅游的 Ian。好，所以事情是这样的 ，Ian 有一天发了一个限动，问有没有人有兴趣跟他一起参加在 Tuscany 的厨艺课，是认真那种要一整个礼拜马不停蹄学意大利料理的厨艺课。那个时候我正好在规划下半年的旅程，我看到这个限动，我立刻就非常有兴趣，因为我自己对厨艺略懂，然后之前也花了很久的时间学意大利文，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学习怎么样做道地的意大利面跟披萨，应该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当下马上就跟他说我要加1。那当然我有把这个消息跟阿里还有佩讲，然后我们聊着聊着我就有个灵感，如果我认真学完6天的意大利料理精华之后，直接杀到一位意大利奶奶家，并且煮饭给她吃，能不能够得到她正面的评价呢？所以这就是我们本次的企划。那我们就从第1天开始说起吧。好的，各位，今天就是我们的第1天，我们现在正在前往 Villa。这位来罪魁祸首就是他。Ian跟我呢是在肯亚认识的，然后我应该是前几个回你的吧？你是第一个啊，我是第一个回你的，而且是最积极的。一开始听到我就觉得很酷，它的价格也不贵，因为那时候看我们这样子是多少钱？理论上是1500，加税的话在1600欧元，然后是6天包吃包住，我觉得蛮划算，加上有1整天的那种 cooking class，所以蛮期待的。我们到了接下来1个礼拜的家，虽然现在在下雨，但是也还是蛮漂亮的。我们现在应该是先回房间放行李，因为它那个庄园是住的地方跟学煮饭的厨房是连在一起。我们马上就上课哦。10点就开始上课，10点，我靠，第1天就这么矜持吗？哎呀，你各位啊，马上要开始上课了。OK， 好，所以我们住在这边这一栋，快速导览。哦，有 living room， 哦，这边有一个厨房哎，所以这里也是我们可以用的地方。是的，这都是我们的。哇，哇，这边又有另外一个厨房。
好像迷宫哦。对，这边是房间。这个房间好奇怪的格局。这边又是另外一个房间。哦，哎，你上去了？我这边有一个楼中楼，哇，旋转楼梯耶，好可爱哦。哦，哎，没有错，没有错。这里通回来我们刚刚最一开始的那个大客厅了。我们这一趟一组人总共是8位，然后有好像是6个房间，所以我们待会可能就去上完课之后回来再分配一下，看我最后是住在哪一间。好，那我们来去看我们学厨艺的地方。我们到了，它就过个马路就到了，蛮方便的。哦，这边就是教室了吧？这位应该就是我们的老师了。我们这一班哦，他会把每一天要学的菜写在这边，然后每一天就是学完，我们一起煮完之后，我们吃自己煮的食物。好，这就是我们第一天要学的5道菜，有佛卡夏，有意大利面、炸节瓜花、烤乳猪，然后还有最后一个羊起司的蛋糕。一天5道菜，然后6天，所以总共30道菜。然后自己手做佛卡夏。然后刚刚他说 Italian pinch. Italian pinches. We don't use the palm. Why? Because the palm is on big surface. It stick immediately. 燕，你怎么回事啊？燕的好黏啊！你看我的是长这样子。Like this. Stretch your hand. 老师要来补救了。 Stretch your hand like this. Stretch your hand like this. OK， 我自己捏的第一团面团。哇塞，这边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从零开始做。现在我们要做 pasta 的面团，我们也要从零开始自己揉。Don't crack the egg. If you eat like this, so the quantity of flour that 我们连甜点里面的卡斯达酱都是从零开始做。这是我们揉的第3个东西了，什么时候才能吃饭？这个触感很像史莱姆。fridge. 哦 ，fridge。对，我们现在已经做到要到第4道菜了，但我们现在都还是在原料阶段。现在主厨同步在做我们的甜点。哦，我们要来开箱了。哇，它蓬起来了。哦，好软哦。这也很像史莱姆哎。你的最硬啦，你在乱做。Is this normal? Put in the middle. Go in the middle. 哦，这些全部都要再加起来，重新再揉过。老师教课整理的进度很快，他就是啪的快速的讲很多的数字，我尽量把这些全部都记录下来，就他所有的比例啊、重量等等的。我是希望可以这边学完之后回去台湾还自己独立可以做得出来。罗勒叶我们要来做青酱，放松子进去，然后这些要一起打。Taste it. Perfect. 哇，我们直接到它的外面小农场哎，开心小农场，太酷了吧 ！Rosemary， Rosemary， 这好像很常跟那个牛排一起煮。这个是节瓜本人，因为我们要吃的 zucchini flower 从这边拔的。哦，我们进入到猪排的部分了。这个旁边很精细，触感怎么样？触感很像泥巴。很像泥巴。我们要来揭晓我们的 pasta 了。刚刚在这边已经躺了大概2个小时。它这个做面的过程就是我们那一整团面团进去，然后先用0的大小，它比较粗、比较宽一点，把它磨过几遍之后，它一开始出来会是破碎的，但是慢慢把那个粗度调越来越细，它0、2、4、5，然后到5的时候出来就会像刚刚那样子，它就是一整片，可以切成意大利面的面团。这个是节瓜花，要用炸的。我们的晚餐慢慢成型了。这个猪肉也完成了，面包跟甜点也都已经放到烤箱里面了。3年2班手工意大利面，刚刚做的青酱，意大利面在煮。Cooking time of this one, 2 minutes. 哦，甜点也好了，哇！直接加进去青酱啊！
好，我们可以吃饭了。现在的时间是2点半，来吃吃看。哦，这面条很 Q 哎，很好吃哎。这个酱其实没有加太多其他的东西，但是很好吃。从零开始做的做法下，很够味哎，这很咸哎。完食，secondo。这盘的话就比较没有自己亲自做的感觉，因为这个猪肉都是厨师炖的，然后马铃薯就是我们切之后就放进烤箱了。但它这个厨房蛮特别，是它酱是白酒跟葡萄下去炖的。我们来吃吃看这个猪肉如何。这个猪肉好像没有到特别有味道，跟着葡萄一起吃比较有味道。马铃薯很好吃。这个痕迹，这是我自己压的哦，我用叉子把它压出来的。这个咸甜的，它上面是那个羊起司，然后底部的饼皮就是那个卡士达酱做的。这个我好像吃的比较没有那么习惯。它口感上面这个是有点mushy，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它这旁边的那个边边的饼皮呀。好，那第一天的课就完成了。我们一共会有6堂课，今天学了5道嘛，所以总共会学30道。阿多玛尼，Ciao Carrie， 你觉得你最喜欢哪一道？我觉得是刚刚那个炖猪肉，我觉得它的 sauce 还蛮符合就是台湾的口味，就是还算比较清淡。伊恩有什么想法？还是觉得青酱意大利面那个，我觉得那个真的蛮好吃，而且就是青酱不能过火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一直都不知道。哦，对他刚刚有讲，刚刚在教的时候，他中间有给很多料理的概念嘛，盐巴该什么时候下，然后为什么是这个顺序下 ，Alberto 都讲的还蛮详细的，所以我觉得6天上下来，应该会对整体料理更有概念。好，我们回来了。这里还有个大露台，就是这里的门口。我们从这条进来，哇，它这个是一个大庄园呢，不知道以前是做什么用的。我们分完房了，这边是我跟伊恩的厕所，这里是一个简单的 shower， 然后这里一样就是有个 day， 厕所干干净净的。下面这边就是伊恩的房间，我可能会住在这个主卧。就是走出去就是阳台的这个地方，这样子每个人都可以有一间房间。这是我们第一个晚上，觉得这个住宿真的是很酷，文艺复兴时期的贵族之类的。看超大的 chandelier， 超大的镜子，还会买各式各样的艺术品。然后我们明天一样是10点集合啊，一路上课到3点多啊，吃完自己煮的东西之后，就会再学会5道菜。然后我们就看看明天会教什么。Buongiorno， 这是我们意大利料理课的第2天。这是我的同学，有3位美食 Instagrammer， 对，这是 Annie， 然后 Julia 跟 Nan。好，我跟非常会料理的几位一起来做菜。我希望学习速度不要输他们太多。Buongiorno Alberto。Buongiorno。今天有意大利饺ravioli di pesce， 然后还有 gelato 我们今天要学怎么做 gelato 吗？今天都是很标志性的意大利食物好酷哦。Faremo gelato dal nulla， da niente， 哦，是，真的是从零开始Carrie 又在工作了，我抓到了 ，Carrie 又在工作。Carrie 上次跟我们一起去那个肯亚的时候，他也会坐在那个越野车里面，然后旁边就是犀牛，他就看到他还在敲敲打打在工作。Carrie 是 Digital Nomad 的标杆，世界各地任何时区都可以工作。And remember that once upon a time, the color of tomato was yellow. Pomodoro. Oh. Gold apple. The end of the 15th century and the half part of the 16th century, we have the second part of Renaissance. In this period, it was invented. Gelato. The gelato. Oh. But where? Firenze? Florence. It was born in Florence. 我觉得超酷的，超级酷。他还会讲食物的历史然后你所有的来源什么的，然后跟这个东西是什么地方起源的，哪里发明的，然后有点颠覆我们原本的想象。而且我开始把一些之前不知道的知识全部连起来，对，马铃薯啊、番茄，对，而且这个东西可以建立在你本来就有的一些历史常识上面，像比如说 Christopher Columbus 是什么时候从美洲回来的，对，然后比如说第一次 Renaissance 是在哪里发生，什么期间发生，跟食物是
串在一起，我觉得超有趣的。Renaissance 对意大利、对世界上真的太重要了，对对改变了意大利很多事情，食物、宗教这个颠覆啊，艺术，对。刚刚这段讲了1个小时。我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觉得最震惊的就是番茄原来在意大利料理里面算是一个新同学。它在16世纪从美洲传进欧洲之后，有将近300年的时间，大家都不敢吃这个植物或是水果，原因是因为富人他们很常用锡制跟铅制的餐具，然后搭配上酸性的果肉，就会溶出钱。贵族用很贵的餐具吃番茄就会中毒，但是穷人是用木碗啊、陶碗吃番茄就没有问题。所以番茄在意大利后来普遍被使用，是从南意开始的。所以16世纪进入意大利，一直到19世纪初，番茄才成为意大利的灵魂食材。好，我们现在要开始做意大利饺了，然后再来是饼干跟 gelato 的前置作业。这个真的可以变 gelato 吗？知道怎么变 gelato？ 做 gelato 好麻烦哦。要搅好久，我可能想要就直接在路边花个10欧买。哦，变稠了。And now we do one thing in a freezer. 哦，就冰箱。饼干的前身。啊，烤饼干。哇，要做意大利饺了。就跟我们包水饺一样嘛。哦，那这样子哦，这样举起来。哦，好可爱哦。这好酷哦！这是 Parmesan cheese， 微波之后就变成一个有点像小杯子，可以装沙拉用的。这个是在做面疙瘩，主要都是马铃薯。大家第一次坐下来了，我们一样都是先吃一个小前菜。这个其实比想象中不难做，中间就是沙拉，那个面包丁烤一下，下面这个起司的碗是我们刚刚微波出来的。我很好奇这个起司饼皮，比我想象中的结实，然后非常的香。gnocchi， 自己做的 gnocchi。我们来吃吃看，好软啊，哇，它这个 pesto sauce 很对味，就他们冬天会做的 pesto， 因为没有罗勒叶的时候，我觉得 gnocchi 很适合配这个酱，因为这个酱里面有核桃，它就是有一些脆脆的口感，因为 gnocchi 本身是软的，所以让它的整个层次比较丰富，因为吃进去不会说全部都只是糯的，会有一些脆脆的东西，这有可能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gnocchi。每次在我们吃到一半的时候，Alberto 他就会默默开始下一道，我赶快跟上。意大利饺，我第一次吃这么大一颗的意大利饺，慢慢的接挂。哇，好有味道哦！哇，这好鲜哦！里面的那个虾的味道，还有外面的套圈的味道，有融合起来。最后的甜点。OK， 我们第2天的课程也顺利结束了。今天的话，我最喜欢的应该是那个 Tuscany salad， 然后加上 gnocchi 也不错，而且这2个我都还蛮有把握可以重现的。那现在时间也是准时，我们3点下课。然后我觉得第2天有渐入佳境的感觉，已经习惯一直站着，然后到处跑来跑去，学每一道菜的不同阶段，然后再把它们全部在我的笔记里面串起来，感觉是会进入到那个心流，一下子就下课了。因为我们现在课程进行到1/3，我们还有4天，所以我接下来的拍摄方式应该就是上完课之后再跟大家分享那一天的5道菜里面我最喜欢哪一道，也就是我可能会考虑煮这道菜给 Betty 吃。课程第3天，注意哦，今天的菜单有提拉米苏。哇，伊人在跟老师比赛速度哎，伊人比较紧张。哇，好快，好快。
素食面，不错。红酒炖牛肉，花椰菜蒸蛋。3年2班手工提拉米苏，它这个是一层一层的那个 cream， 然后那个 cream 有3道手续，然后中间还有那个海绵蛋糕泡过咖啡，最传统的提拉米苏。我们要去做披萨面。好像有点太甜，但是蛮好吃的哦。你看这边有没有看到有4层，1、2、3、4，你们会觉得太甜吗？刚好哦，每个人口味不太一样。我在台湾自己做的话，我可能会减一点糖。这是我们明天要做的披萨豆。Pizza, che cazzo pizza? Pizza dough。看来明天我们要来做披萨喽。OK, thank you so much. Grazie mille。今天是 Alberto 的最后一天。OK。Alberto 是我们前3天的老师，到后3天会换一个老师。拍照留念。Do you know George Clooney? Sì. I think you look like George Clooney. Ma va? Yeah. You're not the first. Oh, okay, yeah. So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Sì, because I meet him Oh, you meet him? Really? in Milano. Because George Clooney have one house in Como Lake. Oh, Como Lake. Yeah. Bellagio, I don't remember. Stopping in the hotel where I worked for 2-3 days. The matter called me, George Clooney say, there's George Clooney outside. I come out. It's an actual George Clooney. You look like this. Let's see. Grazie. Ciao. 早安，现在我们来到课程的一半，前3天是 Alberto， 后3天是另外一位导师。那在课程中间呢，我们有另外一个户外教学。我们今天一早呢，要先搭火车回到 Firenze， 然后去跟新的老师一起做市场采购，去看新鲜的食材跟怎么样挑选食材。好，要做大概半个小时。回到佛罗伦斯了。到了。Ciao Ray。Luciano 主持人负责我们接下来3天的课程，然后现在就是他要带我们逛一下当地的市场，看一下可能我们接下来几天要用的食材。Of pecorini and parmigiani and every kind of good cheese. This is parmigiano. This is canestrato. This is scamorza, and this is with the truffle. Okay. 好软哦 ，so soft, so picture. This one is scamorza. What do you put on pizza? This one is mustard. Make it with pear mustard like that. 哦，哇 Try. 超好吃，buonissimo。我开始吃懂起司了，我花2000块钱买起司，人生第一次买起司，但真的好好吃哦。它配上它那个梨子酱超棒。这边的烤猪肉很好吃，我在这里写了一个标语，老板就请了我们一整盘。Grazie mille。Grazie a voi。这家店是在佛罗伦斯的中央市场，它烤猪肉超软嫩，跟着 Luciano 逛市场选食材，可以挖到很多宝。朱初已经买了一大袋食材了，还在继续逛。他边逛都会边跟我们介绍。他跟每一个摊位都很熟，买一些蔬菜，最后买肉。市场探索完成，接着我们搭 chef 的车回厨房。Luciano 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他刚一来马上开音乐，然后with a hat, you look very cute. Thank you. 他说 Alberto 就是很 precise， 然后呢一板一眼，但他就是很 messy。他说他们煮饭风格完全不一样。他在 chef 上面还画了一个他的脸。我们今天除了披萨，看看还有要做什么菜。有我们披萨之外，另外一个亮点是 carbonara。我要学怎么做 carbonara 的。Generous Italian splash， 这个完全不知道是多少。这是一个招式名。拿起来就有问题。Have you understand? It's easy, OK， 下一道是披萨，这是我自己捏的面团，自己涂的番茄酱。意大利吃了很多披萨，看看自己做的如何。
其实还不错哎，饼皮非常有嚼劲，这应该是我这辈子应该有前10名好吃。 5 piece of pasta there. With water and walnut, you try to do this. Typical the first time, finish all on you. Then the cream. Come, Carbonara all creamy. And a little bit of that. 这一趟在罗马，我吃了一共6次卡布纳拉，我觉得我对于这个口味相当熟悉。它的香味是对的，我觉得好像可以再咸一点。我在罗马吃到的都普遍比这个咸，但这个面条太 Q 了，煮得非常刚好。这我应该可以在家里把它完美的重现出来。这个酱真的是刚刚好，因为它不会吃腻。我现在已经吃到第2碗了，酱就算冷掉哦。也没有变炒淡，它还是这么的浓稠。你看，超好吃而且不会腻，吃到最后都是非常 creamy 的。我要做这道给 Perry 吃，因为 Carrie 她明天就要先走了，所以 Do you remember what's the Mandarin for piangere? Cuckoo. Yeah, cuckoo. Cuckoo. 第4天我们的亮点是 risotto， 我们要选炖饭。炖饭，非常够味，真的是偏硬。但你实际上做，你才会知道它里面原来加了多少的起司跟奶油，它算是还蛮肥的一个食物。再来是菠菜版本的 gnocchi， 但这个好像是叫 nudi， 这个做法不太一样，我们来吃吃看。蛮咸的，好，这基本上就是菠菜口味的 gnocchi。其实这个厉害咯，烤整只鸡。包成一个超大型的鸡肉香肠，酸嫩酸嫩。它里面还有加开心果 ，Torta della nonna 阿嬷蛋糕，这也是从零开始烤的哦，外脆内软，这些真的也是你从零开始做，你就会知道它里面有多少糖。第6天，最后一天，干杯！干杯！亲。这好像是我们第一次单纯一整个料理就都是糖 ，pasta bean soup。Can balance better the taste. 哇，超好吃哎！这好像那个南瓜浓汤哦。有一位法厨混入我们的意大利厨艺教室。来喝一口。最基础的番茄意大利面。很香。Very good. 很好吃。Yep. 吃 is mangiare。很好吃。吃，对啊，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最后一天的主餐非常丰盛。Which way do we start? 好像饭店的。过呢。这整堂课的最后一道菜，这个甜点精致到不行，自己摆盘自己自烧的红酒水泥。好鲜哦，鲜甜。Buono。好，我们吃饱了，然后今天也就是我们最后一天的课程结束了，证书拿到了，奥布利。今天刚好是最后一天，想说可以来问一下大家的心得。这个代表社口，一人要先讲，你觉得怎么样？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我其实有点紧张，因为这是 organize 大家的活动，所以其实很怕，就是如果来的时候发现，其实跟想的完全不一样，跟讲的也完全不一样。但我觉得这是结论，我觉得是好的，尤其是我的目的都有达成。对，像是从那个粉做 pasta 这件事情，或是你学到从意大利的历史的食物的文化背景，我是觉得很值得。我自己是非常满意，因为其实在他揪我之前，我自己就有想要在意大利或法国找就是学做料理的，然后是认真学做料理。课程内容我觉得算是非常的精实，可以体验2个不同 chef 的风格。我觉得这2个 chef 的风格差蛮多的，一个是非常专业，比较像是就是在正统学校上课感觉，然后一个是比较像是去一个很会煮饭的阿嬷家，就是好吃的 paper 都传授给你的感觉。就是来之前想象不太一样，原本以为是更精实的，就是可能每个人学生再更精实，对，你要多 hardcore。一开始原本，然后就是可能每个人前面就有一道，然后老师示范完，然后我们大家就开始好一起，然后老师会一个一个。我其实最一开始的想象也是这样，我以为是那种很坐在教室里面。然后老师示范完之后，我们每个人自己做自己的，然后老师会来检查说，你做的对不对？但结果比较像是那种 community experience， 是我们一起，然后有点像跑大地游戏，这边做一点，那边做一点，然后
所有人完成之后，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饭，这个是跟原本想象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我蛮喜欢这个形式的，也很精实，没有比就是我想象中轻松。好，那社口呢？因为我是以一个就是英文蛮弱的人来参加这个课程的想法去看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英文不好的人来参加会蛮辛苦的，会有点打折。对，因为其实真的是很多小 paper 好像必须要靠旁边的人帮我翻译，我才知道哦，原来老师在讲这个，所以我会觉得如果英文没有很好的话，可能还需要靠朋友一起来。那你们现在如果回想一道你们回去一定会重制的料理，会是哪一道菜？炖饭。炖饭呢？为什么是炖饭？不用一直翻，不用一直搅，然后就是很适合家庭主妇去做这道菜。就是实际对我来讲是 pasta 本人会这么想要做 pasta， 也是因为我之前我跟我一个好朋友，他有一个女儿，她每次煮面的时候都会自己从第一斤面粉开始揉。我想说，这个东西你要准备很久吧？没有，20分钟从粉到面煮好，然后给她女儿吃，然后一吃觉得天哪，惊为天人，怎么那么 Q 弹？我同意，就是我也会自己想要开始自己做 pasta。以前会觉得还要手揉面团很麻烦，可是其实这一次用就觉得其实超简单，而且比想象中轻松。对，我应该一定会做那个奶酪。panna cotta， 它口感就是跟我们一般自己做的很不一样，可是我可能还是稍微改一下食谱，因为全部都是那个鲜奶有点太重了嘛。对，我自己的话应该是carbonara， 我只是煮 carbonara。今天特别多问 Luciano 很多跟意大利面相关的，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有学到一些观念，就包含说，意大利那个面团，你加蛋的话，它的效果是什么？然后你加多一点 semola， 加少一点 semola 的效果是什么？你加白酒的效果是什么？就那个面团本身的性质，以及它要跟什么酱搭配，开始学到了，除了是那种比例啊，然后放多少啊步骤之外的，比较是那种精神跟整体料理的概念，我觉得有学习到。这堂课我觉得非常的赞，而且就是超级经济实惠，1650每一个人，包吃住包 tuition fee。好，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的心得，因为我们6天学了30道菜，我现在要从里面选3到4个。然后重现给意大利人吃。好，然后这3位 Instagrammer 呢，因为他们都是做食物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去追踪他们。他们之后也会分享一些，不管是这边学到的，或者他们自己其他的食谱，的分享。All right, my 2 favorite people in Italy. Ciao. Ciao. And I think now I'm ready for Betty. Oh yes, the final test. The final test is the final boss. Yes, the final boss. But let's head to the grocery store first. Betty 他们的这个小镇有一个超大的 supermarket。好，我要买的东西我都有记下来了。我有把清单寄给阿里。这边超大的，应该是都找不到。对，而且你要买都是很意大利的东西，所以应该不用担心。对，而且刚刚在车上那个阿里一直在讲说 Betty 她多严格对食物，然后多挑嘴，然后还有她以前阿里想要煮饭的时候，她会阻止他，对，所以让我有点紧张。意大利人传统的那种，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做，他就是比较有那个既定印象。你逛个超市需要带这么漂亮的包包吗？你也知道，我是一个精致的女生。哦 ，OK。对，虽然我现在大素颜，然后早上7点多起来，但是我还是要确保我的人跟我的包都是 presentable。OK。Perfecto。可以吗？可以。Guanciale, pecorino, parmigiano, mascarpone, basil leaves, yeah. Oh, this one is really pretty. 我们其实只需要这个花的部分。Semola, flower 00, uova fresche. 好，我们买到了，我们前往 Betty 家。Ciao, ciao, è tanto tempo. Non ci vediamo. Come va? Bene, tu? Tutto bene, tutto Ben bene. arrivato, ben arrivato nella mia casa. 这是我的房间。哎，是猫猫，那是佩他们养的新猫。Hello。我有特别请佩他们帮我买了厨师服，因为我觉得人要衣装，我们就先穿上去就赢一半了。在你穿之前呢，我想跟你说一下，因为你也知道意大利人他们就是对于自己的美食非常的坚持嘛。对。所以呢，你等一下我已经有跟婆婆就是再三告诫说，请让你自由的发挥。但是呢，如果婆婆真的情不自禁，很想跟你说，你为什么这个面要配这个酱？然后你是不是应该先打蛋，然后再什么的？不要太在意，就把它当作是耳边风，因为他们就是真的很对自己的那个方式非常的追求。但是 Betty 她有准备很多很好吃的料理，她要煮给你吃，所以今天晚上吗？对，今天晚上跟明天中午。OK。所以我相信你们可以有一场非常友善跟异国的这种交流。OK。对，好，那就让你要换衣服了，加油！好，加油！
OK, pronto. Un professionale proprio. Solo vestito. Solo vestito. Sono sicura. Oggi sono il vostro chef 。好，这样就来开始了哦。好，这边器具非常的齐全，但这边没有微波炉，所以我那个原本有要做一个起司盘，那个我可能要想其他办法做。我开始流很多汗。Croccante. Ok. Oggi per l'antipasto ho preparato un'insalata toscana, il giusto aromatico si sposa bene con il formaggio. Questo è parmigiano e insieme ho preparato dei fiori di zucca fritti con farina di riso un po' salati. Buon appetito! Così. Sì, così. Alla mano. Sì. Alla mano. Io ne prendo 2. Anche io 2. Buon appetito. Buone. Bravo. Bravo Ali. Con la farina di riso Farina di rimane più croccante. 这很成功哎，这个真是非常好吃。然后这个就是一般的沙拉，就是可惜少了我们那个起司的杯子。然后我们前菜跟 contorni 这两道吃完之后，我接下来要去把我刚刚揉的面团做成是意大利面。哦，我们的面团，我其实不太确定这个会不会成功。如果不成功的话，我有备用的。目前好像还行。OK， 好，手工面做完了。啊，放错了，这个也是 pecorino， 它这两个都是 pecorino， 应该是要 pecorino 加上 parmigiano。在摄影机后面，难怪我没看到。这个才对。OK， 切好了，终于。哇，组装好了 ，OK。
Grazie. Bravissimo. Primo, oggi serviamo la celebre carbonara, pasta fresca fatta a mano con uova e pecorino dal gusto autentico di Roma. Grande, graz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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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ona. The pasta is a little bit too soft, I think. I should do 2 minutes instead of 3 just now in the water. But it's okay. With the fresh pasta, it doesn't make a lot of difference. Dave, did you already do the pasta a few times? Did you try? Wow, very good level. Bravo. Mi piace. Bravo, Ray. Grazie. Ottimo lavoro. You're doing la scarpetta? La scarpetta. Oh, Because the sauce is too good. 佩吃完了，完食好好吃，你觉得如何？我觉得很好吃，太好了，很太好了厉害。它这个动作是 la scarpetta，就是把面包来沾这个 But 酱 there's another 来吃。 saying. Come è andata la carbonara? Molto bene. Mm. Bravo. Mi è piaciuto la pasta, la consistenza della pasta, sei stato bravo. In effetti un pochino meno liquida. Sì. Io sono d'accordo con Sì. te. Mezzo mestolino in meno per renderla un pochino più densa. Più o meno acqua. Ma perfetto la croccantezza del guanciale. Sì. E la quantità del pepe. È molto equilibrato. Grazie mille. 基本上就是好评，对我有听懂。Potrei venderlo in un ristorante? Sì, sì. Questo? Questo lo puoi vendere. Fai tanti soldi. 10 euro. No, 16 almeno. Oh, 16? 16. Oh, 16, 太贵了吧？16，他说可以卖16。In Roma, Sì, sì, magari in Sì, Roma. poi puoi mettere fuori migliore carbonara. 那我们吃完主餐了。Infine per dolce avete tiramisù fatto in casa。今天晚上 Bravo, bravissimo。超开心哦，真是成功哎！Oh, you cleaned the whole plate. Well, you Yeah, can't leave the this. Italians don't Don't leave anything. This is the best part. Ecco qui il tiramisù. Grazie. OK， 这是我手做的提拉米苏。 Guarda che bella consistenza, vedi? 可以哎。Va bene, va bene. Bravo, chef. Sometimes I put also strawberries in between or frutti di bosco. No, 大家要 but 吃完。 dessert. This is a big dessert. It's a big. Missione completa. Compiuta. Bravo. Bravo. È finito. 好，那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完成了。这支影片拍好久哦，一整个礼拜。但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因为在1个礼拜前，我来罗马第一天就是先跟佩跟阿里碰面，然后我们去餐厅就是吃卡布纳拉跟提拉米苏。那个时候我完全不会做这些料理，然后1周之后，在非常紧凑的学习还有自主练习之后，我现在可以没有非常有自信，但是能够大概做出来这些料理。然后我觉得刚刚的味道都还算 OK， 虽然阿里跟佩把 Betty 讲得很严格，但我觉得 Betty 人也是非常好，给了我非常多的鼓励跟称赞这样子。然后甚至在刚刚料理的过程当中，他也有给我很多帮忙。现在做完菜了，然后也吃完了，然后结果我觉得算是还不错，也是一个影片非常好的结尾。我在想，我应该会多做一个会员影片，就是用在台湾可以买到的材料，把我这次在厨艺学院里面学到的这30道菜，可能挑几道出来，就是教大家可能要什么材料啊，还有料理的步骤。如果对煮意大利菜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很开心能有大家陪我学这个一辈子都能受用的厨艺技巧。我回台湾会继续的练习各项能力，不管是语言能力啊、厨艺能力啊，各种都可以不断的进步。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拜拜，ciao。